欢迎来到枫林漫谈，这里是思想交汇的港湾。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请不吝点击订阅按钮，加入我们的探索之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聊宋庆龄这个人。她因嫁给孙中山而被称为国母。她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成为孙中山的秘书，并在家人反对下与他结婚。婚后，宋庆龄深受共产主义影响，为共产国际和中共提供重要情报，为颠覆中华民国贡献力量。1949年后，他名为国家副主席，视为中共的政治花瓶，后对中共的政治运动和文革感到失望。文革期间，他多次表达对共产党的不满，在痛苦中终其一生。宋美龄评价他于国未尽忠，于民不称人，认为他生性倔强，缺乏见识，被人利用，众叛亲离。第一，因嫁给孙中山而被捧为国母。宋庆龄生于1893年1月27日，祖籍广东省文昌县，父亲是传教士，靠印刷和发行圣经而发了大财的富商宋家树。母亲是倪桂珍，她年轻时候做过清末官商和洋务运动代表人物盛宣怀家的女佣。盛宣怀做过清朝邮传部尚书，还是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的创始人。北洋大学堂是天津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是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国立交通大学的前身。1907年，14岁的宋庆龄从上海赴美国留学，就读于乔治亚州卫斯理安女子学院，并获得文学系学士学位。从美国毕业后，宋庆龄于1913年8月抵达日本，不久即接替姐姐宋霭龄，做了当时正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的秘书。当时，孙中山因搞武装恐怖活动受到袁世凯政府通缉，他逃到日本，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先后2次发表讨伐袁世凯的宣言。孙中山又名孙文或孙逸仙，于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乡，即现在的中山市翠亨村。小时候家里很穷，6岁就开始务农，上山打柴草，到塘边捞塘漂做猪饲料。9岁后就下田除草、排水和放牛。读过私塾，接受国学启蒙教育。后来宋庆龄说，孙中山童年时很穷，到15岁才有鞋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年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时甚至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主要的食物是白薯。与之相反的是，宋庆龄印象中的宋家一直是富裕的，是当时中国为数极少的拥有西方教养和生活方式的富有的家庭。宋庆龄在给美国同学的信中说过，我们的住房与衣着与欧洲人无异，甚至屋内的布置也是欧化的，我们的房子舒适而宽敞，各种现代化的设备一应俱全。1879年春夏之交，孙中山随母亲坐船去美国檀香山，探望在那里开店的哥哥孙美。檀香山就是夏威夷州的首府，火奴鲁鲁。1885年夏，孙中山毕业于香港中央书院。1903年12月份，孙中山重回美国夏威夷。他从基督教堂里偷了一份孩子出生证明的公文纸，伪造一份自己于1870年11月24日出生于夏威夷欧胡岛的出生证明书。凭此出生证明，他申请到了美国护照，有了美国公民身份。从此，拿着美国护照自由出入北美、欧洲大陆和日本。1915年，22岁的宋庆龄自日本返回上海，就打算与曾做过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结婚之事，征求父母意见。宋家上下闻讯，像遭遇了大地震，
父母更是震怒惊骇。母亲倪桂珍泪眼婆娑地劝导宋庆龄说：“你可知道这个孙中山在老家有原配妻子，名叫卢慕贞，他俩于1885年5月26日明媒正娶的结婚。”卢慕贞的父亲卢耀显曾在美国檀香山经商致富。孙中山与卢慕贞生了一子二女，即长子孙科、长女孙妍与次女孙婉，他们比你年龄还大。孙中山不顾家，一年四季在外闹革命，卢慕贞在家尽心操持家务，照顾公婆和儿女。孙中山还有过一个妾，名叫陈翠芬，从事医疗护理的。1911年，他离开孙中山，回到香港。孙中山在日本还有一妻一妾，大月巡视期1906年为孙中山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宫川富美子。那个日本籍妾名叫浅田春，于1902年去世，只活了20岁。你与孙中山两人年纪相差27岁，悬殊太大。你现在做他的小三，就不怕以后守寡时间很长吗？父亲宋家树一直把孙中山看作朋友，虽然不喜欢孙中山这人爱吹牛、爱放大炮和空炮的性格，毕竟也向他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捐过款。孙中山第一次来宋家募捐时，宋庆龄还没有上小学。现在孙中山勾引比他小27岁自己的二女儿宋庆龄，宋家树不免骂起狼心狗肺的孙中山来。但是当时的宋庆龄就如当下的明星粉，具有强烈的英雄崇拜意识，听不进别人劝的。他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从被软禁的上海家中，顺着爬墙虎的藤蔓从窗口爬下楼，逃到日本，去了孙中山的住处。孙中山跟原配卢慕贞离了婚，执意要跟年轻美丽、温柔深情、充满朝气的宋庆龄结婚。孙中山的友人和同盟会的老伙伴胡汉民等纷纷劝他悬崖勒马，但是孙中山拒绝和他们谈私事。宋庆龄父亲宋家树匆匆赶到日本，但未能及时阻止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礼。婚礼当天，到场致贺的中国人只有寥寥数人。观众朋友们，请点赞、订阅风林漫谈。您的点赞能让 YouTube 把风林漫谈推荐给更多观众，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我们继续本期节目。倪桂珍一语成谶，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姻只维持了不到整10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胆囊癌恶化在北京病逝，此时宋庆龄只有32岁。多年以后，宋庆龄向美国左派亲共记者《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谈到他与孙中山的婚姻时说：“结婚对于我当时只意味着委身革命。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敬仰，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中山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2. 共产国际驻中国的特级间谍。结婚后，孙中山更加信任宋庆龄，留在身边继续做他的资料员、打字员、英文翻译和秘书。1918年夏，孙中山听到俄国革命成功的消息后，立马让宋庆龄和朱执信帮助他起草了致列宁和苏维埃的电文，表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愿意中俄两党团结起来，共同奋斗。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在这里，我与大家分享一段高清修复的孙中山就职仪式的真实影像。此时的拍摄地点是广东财政厅大楼前，孙中山坐在财政厅2楼的阳台上，检阅庆祝游行的民众队伍。现场聚集了大量的民众，约有20万广州市民于当日举行了空前热烈的庆祝盛会，另有燃放爆竹的汽车环视游行。检阅结束后，孙中山一行离开了广州财政厅，镜头随后转向了刚竣工的黄花岗72列世纪工坊，
正值黄花岗起义10周年纪念，现场举办了纪念活动。挽联上的字迹清晰可见，其攻方由前后各72块青石叠成重山形状，象征着72烈士。同年底，苏联派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广州与孙中山洽谈，说苏联答应给孙中山提供200万金卢布的资金和武器，帮助孙中山组建自己的军队。列宁和孙中山之间于1922年开始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孙中山写给列宁的函电多由宋庆龄、廖仲恺和朱执信起草。1922年初，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中国国共两党的代表，提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1923年3月1日，广州革命政府重建之后，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针，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名字加入国民党。苏联特务、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多次拜访孙中山，两人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宋庆龄常常旁听他们之间的讨论。孙中山和宋庆龄误以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能给国民党带进新鲜血液，但是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遭到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抵抗，这其中包括胡汉民、吴志辉、戴季陶、蒋介石。1923年，蒋介石亲自到苏联考察了3个月，回国后向孙中山提交了对苏联的分析报告，结论是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俄国共产党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蒋介石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苏联共产党对中国的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信我国民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测成功者也。然而，急于想得到苏联财政与军事援助的孙中山引咎止渴，认为蒋介石的意见未免顾虑过甚。蒋介石说服不了孙中山，于是就给廖仲恺写信，说他强烈怀疑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目的和诚实性，认为苏联并非中国真正朋友。蒋介石说，以他自己的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人之言只有3分可信。苏俄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使无染指之意。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一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地观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50步与100步之分耳。蒋介石写道，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绝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我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蒋介石的认识是正确的，苏联向中国输出革命的目的就是吞并中国北方领土，使中国苏维埃化。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蒋介石的观点是正确的，可惜孙中山听不见蒋介石这些真知灼见，酿成后来的共产之祸。1927年，当蒋介石统帅的北伐军在前线流血作战时，共产国际支持下的中共在全国各地发动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搞得人心惶惶，造成社会动荡不宁。1927年3月21日，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策动了上海工人第3次武装叛乱，组织工人纠察队和罢工工人切断水源和电源，向警署、兵工厂、银行、电话局、火车站
和住在上海的军营发起全面进攻，抢劫枪支和钱财。当时，宋庆龄所在的武汉国民政府已由苏共和中共操控。蔡元培、李烈钧等国民党元老指控共党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他们强烈呼吁，如不早日剪除共产党祸害，今后会更难控制。1927年4月12日，清党主力淞沪戒严司令白崇禧率北伐国军对上海工会武装缴械，枪决了其中300多中共武装暴徒，逮捕500余人。仅周恩来等少数头目因潜伏共谍，事先通风报信而逃脱，史称412事件，中共则称之为412大屠杀。412事件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亮剑，标明国民党公开清党的开始，从此中共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照理说，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应该自觉地维护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的根本利益。然而，宋庆龄被共产国际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不顾国民党被中共篡夺领导权，国民党面临着被侵蚀的危险，以坚持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为借口，坚决反对蒋介石清党救国，并坚决反对其妹宋美龄嫁给蒋中正。在中共的怂恿下，宋庆龄傻乎乎地发表公开声明，声称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走上了歧途。从此，宋庆龄与蒋介石和宋美龄公开决裂，并不断攻击和诋毁蒋介石及其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孙中山逝世后，苏联外派中国的共产国际特工看到了宋庆龄可以利用的巨大价值。他年轻单纯，思想活泼而又激进，容易被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吸引和迷惑。于是，共产国际对宋庆龄竭力拉拢，让他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服务，并从事情报间谍工作，协助中共颠覆推翻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共在上海地下党的特务头子潘汉年评价宋庆龄说，他用他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1928年5月初，宋庆龄从莫斯科移居德国柏林之前，斯大林会见过他。斯大林表示，希望宋庆龄等能早日回国，继续领导中国革命。1929年夏，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当年8月，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曾向法国巡捕房揭发宋庆龄家装有秘密电台。1931年夏，宋庆龄母亲去世，他从欧洲回国奔丧，途经莫斯科时，曾独自一人与苏联领导人举行过秘密会谈。宋庆龄回国后，曾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工作站负责人、著名的特工佐尔格相配合，营救共产国际上海情报站负责人牛兰夫妇。中共地下党在上海与宋庆龄的接头人是潘汉年。这里顺便介绍一下共产国际，它是苏联共产党中央组织的指导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组织。组建中国共产党就是共产国际一手操纵的。中共刚成立的时候，共产国际还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每年向中共地下党提供$25,000经费。共产国际还向中共红军派出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波兰籍的牛兰夫妇。随后，牛兰夫妇在上海租界被捕。牛兰是苏联10月革命中攻打东宫的指挥员，是上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在上海管理远东几国情报、秘密电台、经费的领导人。他的被捕震动了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最高层。牛兰手中掌握着各国共产党的机密情报，更要命的是，牛兰还有大量的绝密文件，不知存放何处。一旦牛兰叛变，共产国际在各国的地下党将有灭顶之灾。所以，斯大林指示共产国际不惜一切代价营救牛兰夫妇，并派苏联红军参谋总部的特工，号称红色蝶王的德国人佐尔格亲自参与营救行动。
佐尔格用3万美元的重金收买国民党官员后，仅从牛兰那里拿到了一张用俄文写的报平安的字条。在上世纪30年代，3万美元可是一个天文数字。看来谍王佐尔格也只有这点本事了。当时中共中央已经被迫迁到江西，帮不上共产国际的忙。于是共产国际领导季米特洛夫决定启用宋庆龄这颗棋子。在牛兰被捕的2个月后，宋庆龄恰巧经苏联回国安葬母亲。他头上戴着孙中山遗孀的桂冠，弟弟宋子文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和财长，妹夫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元首。1931年12月，宋庆龄遵照共产国际用蒋经国交换牛兰的指示找到蒋介石。那时候在苏联留学的蒋经国被苏联扣押。蒋介石在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里写道：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于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绝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恕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填此生则积矣。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为了国家，为了法治，人品中正的蒋介石宁可牺牲自己的儿子，也不能明目张胆地违法释放罪犯。蒋公的为人由此可见。宋庆龄虽然没能说服蒋介石去交换人质，但使牛兰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宋庆龄在上海还成立了营救牛兰的委员会，并设法安排狱中的牛兰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还将他们的儿子接到自己家中。1937年12月，日军攻打南京之时，牛兰夫妇趁乱逃跑。原浙江省委书记铁英之女、作家铁竹伟是廖承志传的作者。廖承志的爸爸是廖仲恺，妈妈是何香凝。廖承志传对宋庆龄是共产国际代表的神秘身份有这么一段描述。廖承志说，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出狱。从上海英租界拘留所回家后，记得是5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当时客厅里只剩下宋庆龄和我2个人。宋庆龄面色凝重，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洁。他说：我今天不能待久，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最高方面？我不解地问。国际，他说，随后又补充共产国际。啊！我几乎叫出声来。当时廖承志无疑异常吃惊。冷静点，宋庆龄说，只问你2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把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给我。我回答，第一件事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件事，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好，我只有10分钟。我飞快地把叛徒名单写在一条狭长的纸上，递给他。宋庆龄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张纸条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走出了公馆大门。后来名单上人都被中共特工打死了。2013年上演的电视剧《陈云》在剧中就透露了宋庆龄为共产国际执行特殊任务的秘密。剧中，潘汉年来到宋庆龄住处，请求他帮忙，让中共中央委员陈云等人搭乘轮船去苏联。宋庆龄对潘汉年说，共产国际派他了解中共特科的情况。交办如此绝密的差事，可见宋庆龄是共产国际的特务无疑。此外，1957年11月，苏联召开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大会，宋庆龄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正式成员，而且排名仅次于毛泽东。当毛泽东在大会宣言上签字时，
宋庆龄就坐在毛泽东的身旁，这也坐实宋庆龄是实际的共产党员的事实，哪怕对外依然装得跟党外民主人士一样。上世纪30年代，中共上海地下党的秘密电台被民国政府中央情报局破获，无法与长征途中和后来到达陕北的红军取得联系。后来地下党弄到一个电台，但由于机器的功率太小，始终无法收到回音。于是宋庆龄利用其特殊身份，找张学良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给足路费，让红色牧师董建吾前往陕北送情报，接通了上海地下党和陕北毛泽东的联系。1936年，宋庆龄从共产国际那里弄到一台大功率的收发报机，放在他朋友共产国际间谍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家的楼顶。通过这部电台，莫斯科与宋庆龄保持密切联系，宋庆龄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传递情报。1936年初，宋庆龄得到情报，国民党内有一股势力提倡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宋庆龄立马派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转交了密信，传达了国民党要与共产党谈判的意图。收到密信后，毛主席和周总理迅速做出了回应，表示中共同意合作。同年，毛主席再次致信宋庆龄，表示希望他能够联系到国民党的中枢人物，与共产党派出的代表进行交谈。为此，宋庆龄开始四处奔波。1937年，国民党5届3中全会商讨对共产党和日本的政策。宋庆龄为了共产党的命运与前途，在退出国民党中央工作近10年之后，丢下老脸，重新参加国民党中央的会议。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在香港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向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募集了大量资金、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的物资，运往中共根据地，支援共产党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宋庆龄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组织外国记者和国际医疗队到共产党根据地去采访和工作，例如斯诺、史莫特莱、白求恩、柯立华、马海德等人就是宋庆龄安排进入中共的根据地的。宋庆龄还把美国人马海德医生的诊所作为中共地下党碰头开会的秘密据点。他组织营救被捕的中共要员，如陈赓、廖承志、陈独秀等，还协助上海的中共地下党护送中共要员出国。去延安采访毛泽东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间谍。当宋子文询问宋庆龄关于史莫特莱的真实身份时，宋庆龄刻意隐瞒，称史莫特莱不是在为共产党做工作，而是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新闻记者。中共红军东征期间抢劫到一批山西银行发行的钞票，然而这些钞票并不能直接流通使用。正当中共中央为此犯难时，宋庆龄主动提出帮助。他说他有办法把这些山西银行发行的钞票兑换成通用的纸币。宋庆龄交代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让他带着这些山西银行发行的钞票去山西太原。随后以华阳议政会委员的身份，分别从3家钱庄将这些钞票换成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纸币。经宋庆龄这么一洗，钱变白了。路易·艾黎回到上海后，将这笔钱交给了宋庆龄，然后宋庆龄让张乃器汇给在西安给张学良当参谋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这笔钱后来用于组织和实施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按照与中共的密约，发动武装叛乱，扣押了严令张学良进剿延安中共红军的中华民国首脑蒋介石，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盘踞西安一带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已被中共大力渗透，而张学良本人也是中共的特别党员。据宋庆龄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李云回忆，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晚，中共中央给宋庆龄发了一封写着10万火急的急电，
并派中共上海特工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专门来找宋庆龄。宋庆龄一听蒋介石被张学良扣留了，非常高兴。他说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胆子很大，很勇敢。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晚，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庆龄的姐夫孔祥熙专门来见宋庆龄，请他在一件拟好了的谴责张学良犯上的声明上联署签字。宋庆龄当即断然拒绝，并且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宋庆龄恨不得张学良和杨虎城立马杀了蒋介石，让他妹妹宋美龄成为寡妇。西安事变中，中共中央曾主张审判蒋介石和除掉蒋介石，但是斯大林认为只有蒋中正才能够领导全中国进行有效抗日。为了苏联的切身利益，解除日本关东军北上进攻苏联的巨大威胁，斯大林严令中共毛泽东不许杀害蒋介石，但需要胁迫蒋中正停止剿共，并要求中共毛泽东在蒋中正的国民政府领导下抗日。斯大林的干预和严令让中共中央改变了杀害蒋介石的策略。潘汉年、冯雪峰随后再次前来找宋庆龄密谈，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最新指示。宋庆龄颇为失望，因为蒋介石没有如他所愿立马就死。宋庆龄以对蒋介石非常熟悉和了解的口气对潘汉年和冯雪峰说，蒋介石这个人非常狡猾，中共中央跟他谈判一定要小心注意。1936年到达延安的毛泽东致信宋庆龄，向他借钱5万美元，用于购买红军的棉衣。原先几万人的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就剩下1万多人。眼看就要入冬，但许多战士身上还只有单薄的衣裳，购买棉衣就成了红军的首要任务。虽然当时红军还剩了1000多块大洋，但这些钱与人数比起来就十分杯水车薪了。没有办法，毛主席等人只好四处借钱。宋庆龄不负毛泽东的希望，筹集了5万美金，交给了中共中央。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不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至1937》第15卷公布了一封1937年1月26日宋庆龄寄给王明的密函，信中写道：宋子文问我，要是我告诉你，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你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你还会否认你的同志出卖了你吗？并且宋子文还对我和宋美龄说，我们可以通过你与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显然，那时候驻重庆任国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第8路军驻豫办事处主任的周恩来，并没有对宋子文保密他的二姐宋庆龄通共的秘密。因为周恩来明白，蒋介石和宋美龄至少不会从肉体上除掉宋庆龄，但反过来可能就不是这样了。1941年，中共新四军不仅不正面抵抗日军，反而与汪伪政府合作，秘密出卖国军情报，与国军制造军事摩擦。国民党军队围剿了中共叶挺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皖南事变。宋庆龄罔顾中共军队不抗日，专打国军，从而引起皖南事变的事实，挺身而出，通电谴责国民党和蒋介石。关键时刻，宋庆龄都被中共作为工具用。日本军队投降后，蒋介石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全国军民同胞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们，今天我们心里经历一场新国强权的经历，终于达到了他最后的经历。蒋介石宣誓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推行民主宪政，还政于民，实施军队国家化3点建国方针，并基于国家人民最基本的福祉，为了避免内战和利于战后恢复民生和经济建设，3次邀请中共领导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在重庆谈判的40天内，毛泽东的中共利用国统区的舆论自由和民主权利，许诺给人民以自由民主，建立美国式三权独立的民主法治国家，骗取了大批所谓爱国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的支持同情。同时，中共军队抢占了300座县城，扩大自己的地盘。毛泽东虽然在表面上签订了双十协定，但是根本就不准备信守承诺，一边制造舆论欺骗人民，造谣污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破坏和平，一边肆无忌惮地在各地发动内战，抢夺地盘，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迅速抢占了军事战略要地东北。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此时，宋庆龄一边倒地支持共产党。1946年7月22日，宋庆龄呼吁美国政府全面停止援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反对蒋介石戡乱剿共。相反，宋庆龄却积极活动，给中共提供军医院所需的各类物资、药品、器械，并提供给中共现款20亿元，支持中共推翻中华民国政府。到1948年，宋庆龄通过中国福利基金会帮助共产党在全国的8个解放区建立了8个国际和平医院、42个分院，总计床位达11800张，还有几十个巡回医疗队和几家颇具规模的制药厂。这些制药厂和医院为共军消灭800万国军贡献不小。1948年12月25日，中共公布43名头等战争罪犯名单，其中蒋介石名列第1，孔祥熙第9，宋子文第10，孙科第13，宋美龄第23。这5个人都是宋庆龄大家庭中的成员，中共称他们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估计此时的宋庆龄心里一定十分高兴。3. 中共政权的空心花瓶。1949年6月，共军占领上海，中共中央派邓颖超携带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函去上海，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中共在北京举行的第1次全国政协会议。在这次会议上，56岁的宋庆龄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就是在这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宋庆龄也不是十分愉快的。虽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对他客客气气，毛泽东废弃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宋庆龄反对改国号，他认为中华民国是她丈夫孙中山创立的，改掉了国号就等于是废弃了孙中山。据原中国社科院台湾所所长李家全先生说，毛泽东晚年也懊悔1949年改了国号，如果不改国号，他就是中国的正统，台湾政权就是残余势力。改了国号，海峡两岸就是一边一国，一个中国变成2个中国。毛泽东开始担心未来的历史书要把他写成乱臣贼子。1965年，毛泽东在接受法国《人道报》记者爱丽丝的采访时说，我们本来就好好一个中华民国嘛，为什么要改个支共国嘛？这是毛泽东的原话，法国《人道报》报道的。可是宋庆龄早就劝过毛泽东不要改国号啊，可是有那么一大批拍毛泽东马屁的人说，如果不改国号的话，就没有太祖高皇帝刘邦了。有的说，在中国历史上，但凡皇帝改姓，朝代就要改名。哪怕新皇帝和旧皇帝是依照程序和平交接权力，新皇帝也都是要改国号的。如汉少帝刘英禅让于王莽，王莽改国号为新，
汉献帝刘协禅让于曹丕，曹丕改国号为魏；周公帝柴宗训禅让于赵匡胤，赵匡胤改国号为宋，等等。新皇帝只有出自皇族，才会沿用原来的国号。例如刘秀本来只是平民，但是有皇室血统，刘秀是在汉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新政权的，但依然叫汉，没有改国号。还有的人说，你毛泽东只要不改国号，你就永远在孙中山之下，你只有改了国号，孙中山就在你毛泽东之下了。最后这位的话打动毛泽东的心，毛泽东就要在孙中山之上的嘛，就这样在1949年改了国号。1949年10月1日，宋庆龄应邀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共毛泽东的开国大典。蒋介石于当天在日记中写道，共匪已于10月1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6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孙中山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加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参加完开国大典后，宋庆龄乘火车回上海，毛泽东派夫人江青到车站为宋庆龄送行。那时江青才34岁，没担任什么公职，仅以毛主席夫人的名义为宋庆龄送行。与其他土的掉渣的中共领导的夫人不同，在上海滩做过演员的江青给宋庆龄留下不错的印象，认为江青有礼貌，讨人喜欢。7年后，即1956年，宋庆龄在上海宴请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夫人，江青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都同席作陪。那天宴会上，宋庆龄对江青的举止文雅，服饰得体，很表赞赏。苏加诺夫妇离开后，江青说，宋庆龄应该劝毛泽东打领带、穿西服，因为孙中山常常如此。而且外国人总认为中共官员的穿着太单调，穿西服打领带可以改变外国人对中共领导人的形象认识。中共建国后，毛泽东发动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对毛泽东的瞎折腾，宋庆龄很不理解，也很疑惑。1955年11月，宋庆龄给毛泽东写信，我很不理解现在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泽东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1957年，宋庆龄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800万军队，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做出了家庭和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20-30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和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2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从1958年起，宋庆龄曾推并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和董必武前去做宋庆龄的思想工作，宋庆龄只得继续参加。1959年4月，宋庆龄在人大会议上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宋庆龄2次推辞，说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挂个名，做个样子，对国家不利。宋庆龄提议他让出国家副主席的位子，由李富春或乌兰夫担任。当时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宋庆龄继续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政治局讨论时，21人中18人赞成，3人反对。投反对票的那3人是毛泽东、林彪、康生。毛泽东对他的反对做了解释，他说，宋庆龄是我们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
宋庆龄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反而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宋庆龄是不同的阶级。宋庆龄逐步发现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实际上比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更加不民主，甚至绝对专制的。在国民党时代是民主多和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时代是根本没有民主的问题。宋庆龄开始思考，毛泽东这帮共产党人不都是从民国社会过来的？他们都曾经写文章大骂过蒋介石和国民党，却没有因此丧命。他们难道没有这个比较吗？1957年，一些觉醒的知识分子仅仅表达了一些个人看法，就被中共打成右派，沦为劳改犯。他们中几乎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文革期间，宋庆龄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前后写了共7封信，表达了他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表示对共产党极度失望。宋庆龄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几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30-40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7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和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庆龄曾3次产生厌世思想。无论在他的信中，还是与他见到的领导人的谈话中，都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对于宋庆龄对中共大政方针的疑惑和反感，起先毛泽东还给面子，叙与周旋，后来竟恼羞成怒。1970年3月，毛泽东与周恩来讨论了对他们已经没有多少利用价值的孙夫人宋庆龄的问题，说宋庆龄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言下之意，用1个字表达就是滚，用2个字表达就是滚蛋。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和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庆龄。传达时，周恩来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庆龄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宋庆龄当然知道自己已经无颜去台湾了，那个被他颠覆了的中华民国政府逃走之后的藏身之地。宋庆龄陷入毛泽东要他滚，他却无处可滚的尴尬境地，他只能闭嘴，继续在痛苦和无奈中生活。从此之后，宋庆龄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他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文革中，毛泽东发动全国各地红卫兵破四旧。北京的红卫兵勒令宋庆龄革掉他几十年不变的传统发型。宋庆龄很喜欢的一位有才华的表妹，于1969年5月在上海受不了被连续批斗而自杀。上海的红卫兵甚至把宋庆龄父母的墓地砸毁。他父母的坟墓在上海静安寺那边的万国公墓，造反的红卫兵把他俩的合葬墓挖出来，用铁耙把宋廖如和倪桂珍的尸体从铜棺材扒出来，抛在一边。当时万国公墓一片狼藉，臭气烘烘，许多曾是革命烈士或功勋之人都被挖出，墓碑砸碎，惨不忍睹。宋庆龄在叛逆，但掘了他的祖坟，心里也是难受的。据《宋庆龄传》记述，墓地遭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他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
廖仲恺和何香凝的长女廖梦醒把这些照片送给周恩来。周总理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墓修复，并在竣工后派了照片寄给宋庆龄，但并没有全部照原样修复。原来的墓碑上列着所有6个子女的名字，而新墓碑上只有宋庆龄一人。宋子文、宋霭龄、宋美龄的名字都拿掉了。直到文革结束后，宋庆龄父母的墓才又重新换了墓碑，恢复原先的样子。所有这些都让宋庆龄不悦，但是他敢怒不敢言。他知道共产党毕竟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不同于蒋介石。与毛泽东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元老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一个个被整死。直到毛泽东去世，江青等4人帮被逮捕后，宋庆龄对文革的愤怒才敢表达出来。他在1978年6月5日给美国的理查德·杨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所有西式衣服都给我表弟的几个女儿了。”在那个无耻的婊子江青炮制的文化革命期间，他们都被红卫兵从家里赶出来，所有衣物也都被抄走了。为他作传的爱泼斯坦感慨道：“宋庆龄是难得使用这种骂人字眼的，由此可见他对江青和文革的愤恨之深。”文革结束后的几年，即1980年11月，宋庆龄给中共中央写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信中说：1. 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2. 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3. 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和廖承志等人到医院看望临终的宋庆龄，告诉他，政治局决定接受他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廖承志先用汉语讲一遍，后用英语又讲了一遍政治局会议的决定。然而，在中共党史专家何方撰写的《宋庆龄晚年说：不勉强吧》一文中却提到，宋庆龄听说中共打算吸收其为正式党员后，用上海话说：不勉强吧。30多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病重的宋庆龄只能用英语或上海话才能交流，即使他年轻时候也不会讲所谓的普通话。例如，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达林曾在1922年到广州拜访孙中山。达林在回忆录中记载，孙中山给我介绍了他的夫人宋庆龄，她当时29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一些。她同丈夫孙中山讲的是英文，因她是在国外长大的，不懂中国北方人讲的所谓的普通话。孙中山会广东话，但宋庆龄不会。宋庆龄会上海话，但孙中山不会。两人之间交流只能靠英语，没有别的选择。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宋庆龄因患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冠心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被中共中央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中共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发电台湾邀请宋美龄和蒋经国参加宋庆龄的葬礼，电报被台北电报局拒绝收受。5月30日，宋美龄函电蒋经国，表示拒绝北京方面的邀请，不参加中共为宋庆龄举行的国葬。6月1日，蒋经国函电宋美龄，表示中共的宋庆龄治丧委员会的电文诡诈邪恶，自当置之不理，并指示台湾党政军方面提高警觉，小心处理，加强防务。从电视上看到宋庆龄的遗体被盖上党旗，海内外许多有识之士说，宋庆龄一生糊涂，最终还被利用一把，真可谓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了。根据宋庆龄生前的遗嘱，他要求自己的骨灰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其父母合葬墓的东侧，并且特别指明千万不要将其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后一条表明了他的心志，那就是他坚决不葬在共产党的革命公墓里，而要葬在他反动的资产阶级父母的坟墓侧旁里，
表明活着的时候误上贼船，死后也要与共产党决裂。这是宋庆龄内心觉醒的最后表现。此外，宋庆龄为何不与国父孙中山合葬南京中山陵呢？说法纷纭，但是有消息灵通人士称，真正的原因是宋庆龄愧对孙中山。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他便与比自己小39岁的隋学芳，一位已婚的警卫秘书，开始了同居生活。隋学芳1932年出生，东北人，枪法很准。1950年被组织安排到宋庆龄身边工作，此时他已经结婚，并有了2个孩子。1957和1959年，隋学芳又有了2个女儿，姐姐叫隋永清，妹妹叫隋永杰。宋庆龄把这2个女孩接到自己家里当女儿养，甚至有些溺爱。隋永清送去当演员，隋永杰送去美国留学，宋庆龄遗嘱中也给他们分了遗产。甚至有传言称，隋永清和隋永杰是隋学芳与宋庆龄的孩子。然而，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当隋永清出生时，宋庆龄已经64岁，而隋永杰出生时，宋庆龄更是已经66岁。在那个年代，这个年龄的女性生育孩子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1936年5月，宋庆龄在上海住院切除阑尾，查出子宫上有一个小肿块，于是他叫医生干脆一起摘除她的子宫。从1949年中共建政到1981年去世，宋庆龄是中共笼子里的金丝鸟。中共中央安排他住在后海边上一个非常宽敞的原先的纯金王府里，享受权力的滋味。寂寞的宋庆龄与警卫秘书隋学芳同居，倒也是事实。连其他工作人员如张觉、杜树洲等都看不起他，认为他背叛国父孙中山，常在背后嘀嘀咕咕。谁说只有老公牛喜欢吃嫩草？老母牛同样喜欢吃嫩草。据啄木鸟2005年第7期发表汤雄的宋庆龄与他的卫士长文章介绍，有一次隋学芳的老婆冲进宋府，对着宋庆龄骂出许多不堪入耳的粗话与脏话。宋庆龄晚年曾想与隋学芳正式结婚，报告呈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早该如此，但周恩来却批示何必如此。宋庆龄心想，不过如此。虽然对外宋庆龄依然以中华民国国母身份参加中共的统战活动，但是宋庆龄的确与自己的警卫秘书过起事实夫妻生活了。总之，宋庆龄终其一生都是中共的政治花瓶和统战工具。周恩来曾经夸奖宋庆龄，你一个人抵得上我们200万共产党员。这句话什么意思？在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颠覆中华民国的过程中，你宋庆龄一个人在客观上所起到的作用，是200万个冲锋陷阵的共产党员所起不到的作用。因为你宋庆龄是孙中山的遗孀，而蒋介石和国民党把孙中山认作国父。你宋庆龄选择我们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向国内外表明孙中山未竟的事业是我们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完成的。你宋庆龄像一面飘扬的旗帜，吸引全国青年跟着我们共产党走。自从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稀里糊涂地成为中华民国的敌人，成为中国国民党的敌人，成为中国人民要走向民主共和的绊脚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保护者。宋庆龄逝世后半天不到，这位警卫秘书被扫地出门，离开后海畔的纯金王府。他愤怒道：我是宋庆龄的丈夫。宋庆龄的小丈夫不但没有继续享受国家副主席妻子的家属待遇，而且还从他的家中搜出从宋庆龄家中倒腾出去的价值不菲的历史文物等。这位秘书丈夫气得得了半身不遂。中共对宋庆龄的婚姻不予承认，更是宋庆龄个人生活最后一个悲剧。宋庆龄去世后，三妹宋美龄对二姐宋庆龄做了如下评语：二姐生性好强，一生每逢大事必糊涂，最终于国未尽忠，
于民不称人，于父母未尽孝，于夫妻未尽节，于亲朋未尽义，于大义未尽思，于天地无一敬，于暴君未尽谏，于凶民未尽辅，可不悲哉！究其原因，皆因生性倔强，又得父母溺爱，自高而不学，见识浅短而好战大事，终至于众叛亲离，孤苦无依。上侮父母先祖，下愧多灾黎民。这样的评价可谓盖棺定论，一语中的。知节者，莫若其妹也。宋庆龄出身豪门，幼年受父母溺爱，不仅违背父母之愿，嫁给了大自己27岁的孙中山。自嫁给孙中山后，老夫少妻，又备受恩宠，但因没有子嗣，在生活上孤独空虚，无法和大姐霭龄相比。宋庆龄在政治上天真幼稚，曲解孙中山的建国理念，以德体业，就是得一波真传自居。他对苏共到了媚曲的程度，认为不依赖苏联就不能领导中国。在孙中山去世后，违背其生前理想，为共产党效力，终于使自己陷入了尴尬境地。他愚蠢糊涂，分不清善恶，心甘情愿为共产国际卖命，被共产党利用于瓦解国民党。晚年，宋庆龄在寂寞孤独中目睹中共残酷内斗和那些违反经济规律的瞎折腾，郁郁不得志，心情无法和三妹美龄相比。不忠、不孝、不节、不义的宋庆龄实在是悲剧人生。感谢您观看本期风林漫谈，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按钮并开启通知，支持我们。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见。